上回说到，草帽一伙从小花园离开，向阿拉巴斯坦方向前进。中途，纳美突发疾病，高烧不退。与此同时，薇薇安得到消息，阿拉巴斯坦王国反叛军突然崛起，眼看整个国家就要陷入大战之中，薇薇安必须紧急回国。两难之中，薇薇安还是将朋友的性命放在第一位，跟随草帽团一起离开通向阿拉巴斯坦的路线，向其他岛屿开进，去寻找能给娜美治病的医生。娜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再不找到医生的话，生命危在旦夕。穿行半路，医生没找到，倒是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，一个站在海面上的诡异男子。梅利号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，八目相对，四脸懵逼。突然，水面一声爆响，从水里突然冲出来一个庞然大物，比梅利号还要大10几倍。这个东西全身被钢铁覆盖，像个大西瓜一样，盲猜应该是船。球体慢慢打开，从水下升起一个河码头，接着桅杆上又升起一面海贼旗。路飞三人吓了一跳，居然是一艘海贼船，简直操了！在己方最赶时间的时候碰上这档子事儿，真的糟心。船上传来一阵阵爆笑声，一个圆滚滚、长着钢铁下巴的小矮胖子一边大口咀嚼匕首，一边命令手下将路飞一伙包围起来。路飞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这是什么哑口，居然比我还能吃！小矮胖子向路飞一伙索要去往刺骨王国的记录指针或者永久指针，自己正要赶去那边。山治表示，我们既没有到达那里的指针，也没听说过那种地方，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打听打听吧。路飞心里焦急，你们没事了吧？没事赶紧走，我们还急着赶路呢。小矮胖子一摊手，反正来都来了，不顺便抢你们一把，怎么对得起我呢？不过在动手开抢之前，我有点饿了。小矮胖子说完，张开巨口，一口吞掉了梅利号的船舷。路飞火了，立即动起手来。索罗山治也纷纷动手，小矮胖子船员们马上开枪，双方混战到了一起。路飞一招工程火箭炮将小矮胖子打飞，这才逼小矮胖子的属下们撤退。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草帽一伙很显然还没反应过来。乌索普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好像叫瓦尔波。”山治摊开双手，叫什么已经无所谓了，那只不过是个白痴而已。微微回想瓦尔波的笑声，陷入沉思。那个家伙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时间来到数天前，一艘海军军舰行驶在伟大航路小花园岛屿的周围，军舰上的老大就是时任海军总部上校的斯摩格。斯摩格部队截获了一节电话中的电波，正是梅瑟尔林与山治通话的那一段。电波内容断断续续，但是能听见4个词语：维维安、草帽、指令书、梅瑟尔林。巧的是，斯摩格部队最近刚好在附近抓住一个十分可疑的剑士，自称 Mr. 11。如此推算，这是一个利用代号互相称呼的团伙。而薇薇安根据斯摩格的工作经验知道，这是阿拉巴斯坦王国失踪很久的公主的名字。阿拉巴斯坦目前正处于战乱之中，由此大概可以猜测出来，草帽团和这个分子组织也参与到了阿拉巴斯坦王国的战争。斯摩格笑了，这是逮住草帽一伙的大好机会。来人，给我搞个通向阿拉巴斯坦的永久指针来，我们去瞧瞧。娜美依然高烧不退，路飞提议泼一盆冷水，这样烧是不是就会降下来了？山治和薇薇安一人一脚将路飞就地踹翻。马上入夜了，没有娜美的指示，他们不敢摸黑航行，只好原地抛锚休息。一船人都聚在娜美的房间给娜美守夜，只有山治一个人裹着厚厚的被子在瞭望塔上值班。一夜相安无事。第二天，乌索普去维修梅利号，突然发觉天气温暖起来。薇薇安猜测附近应该是有岛屿。在气象学上，伟大航路上的岛屿被分为4类：夏岛、春岛、秋岛、冬岛。各个岛上都有自己的四季，所以在伟大航路上必须要适用从夏岛的夏天到冬岛的冬天这16个阶段的气温变化。当然，还有很多无法分类的异类岛屿以及未知的气候存在着。正因如此，伟大航路上才会有各种诡异的天气。气候稳定了，也就意味着离岛屿很近了。山治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一番，惊喜地喊道：“果然看到岛了！”路飞听闻有岛，激动得不住抖腿，但还是不忍心丢下娜美。走了一眼，看穿了路飞的小心思，无奈地说道：“你出去看看吧，这里不用你管了。”路飞来到船头，看着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小岛，欢呼起来。山治赶忙说道：“事先声明，我们登岛是为了给娜美寻找医生，可没时间让你探险。等娜美看过医生了，我们就立即离开。”路飞沉浸在发现大雪和小岛的喜悦之中，无法自拔，根本没听进去山治说的话。其他人都换上了冬装，路飞还穿着背心裤衩，好像一点感觉不到寒冷一样。船缓缓靠岸，众人决定登陆寻找医生。一抬头看到一大群人拿着猎枪围在岸边，到此为止了，海贼们！为首的一个壮汉站出来，厉声说道：“海贼们听好了，速速离开此地，立刻就走。”路飞赶忙解释道：“我们是来找医生的，船上有病人。”周围的其他人大声打断路飞：“我们是不会上当的，卑鄙的海贼！这里是我们的岛，绝不允许海贼踏入半步，赶快离开，否则把你们的船一起炸飞！”周围人越来越激动，有人直接开枪。山治要动手，薇薇安上前拦下山治，结果被枪直接命中。
路飞火了，怒吼一声，周围的人立即举起枪，路飞准备开打，薇薇安一把抱住路飞。打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，我的伤不要紧，只是擦伤而已。接着，薇薇安跪下来恳求岛上的居民允许他们上岸，他们在寻找医生，船上的伙伴正遭受病痛的折磨。路飞看愣了，薇薇安告诉路飞，就算打赢了他们，娜美会怎么样？并不是好勇斗狠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。路飞陷入沉思，他听从了薇薇安的劝导，跟着跪下来，低头示弱，恳求岛民让他们登岛寻找医生。为首的绿衣服壮汉沉默了几秒钟，转过身说道：“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村里。”于是草帽团顺利登岛，跟着绿衣壮汉向村里走去。路上，绿衣壮汉告诉他们，岛上只有一个魔女医生。魔女，这是个什么鬼名字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么奇怪？绿衣壮汉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个国家暂时还没有名字。”很快就来到了岛上的村庄大号角，村子里很热闹，有一些奇怪的多脑动物走来走去。绿衣壮汉多尔顿劝村民们各自回家，大家担心多尔顿一个人和海贼们待在一起会有危险。多尔顿表示没问题，这些海贼不会害我们的，这是我多年培养出来的直觉。大家听多尔顿这么一说，互相看了看，各自散去。多尔顿在村里很受欢迎，村民们都与他打招呼聊天。多尔顿带着路飞等人来到一个房子里，告诉大家自己是村子里的警卫队队长，那些持枪的人都是这里的村民。多尔顿突然叮嘱薇薇安：“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你。”薇薇安慌了，连忙岔开话题：“你一定是认错人了，可以讲讲魔女的事情吗？娜美的体温已经超过42度了。”多尔顿吓了一跳，再这么烧下去非死不可。可是在场的人都不知道病因和处理办法。山治焦急地问道：“那个魔女到底在哪儿？无论怎么样，必须要找个医生。”多尔顿看向窗外，岛上有几座高得出奇的山峰，叫做刺骨峰。中间最高的那座山峰上有一座城堡，被人称为魔女的岛上唯一的医生库雷哈就住在那个城堡里。山治急了，住那么偏远的地方，怎么给人出诊？赶快让他来急诊啊！多尔顿摇摇头，就算我们想找他过来，也没有办法联系他。虽然医术毋庸置疑，但她是个有点怪癖的老太婆，而且已经将近140岁的高龄了。这个老太太一般人请不动，除非她自己有时候心血来潮，才会从山上下来出诊，治疗村子里的病人，然后将病人家里她喜欢的东西全部拿走，就像海贼强盗一样。有人说曾看到魔人老太太在月圆之夜乘着雪橇从天而降，这就是她被称为魔女的缘由。还有人曾看到她和一只奇怪的动物生活在一起。所以想要跟娜美看病，只能等待魔人老太婆下一次下山了。这可等不了，路飞当即决定背着娜美爬山。此决定遭到草帽团一边倒的否决。爬山风险太大了，而且那不是一般的消耗体力，正常人爬这种雪山都很艰难，更别说娜美是一个重病的病人，一旦摔下来就死定了。路飞用巴掌扇向娜美，寻求娜美的意见。娜美挣扎着说：“就算是为了薇薇安，我也要快点好起来。”薇薇安把娜美牢牢地捆在路飞的身上，乌索普在一边喋喋不休地告诉路飞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山治放心不下，决定与路飞同行。多尔顿建议他们从山的背面开爬，因为从正面走的话会遇到一种肉食性的凶残兔子拉帮，如果遇到成群结队拉帮结伙的拉帮，那就死定了。路飞摇摇头，如果绕到后面就会耗费更多的时间。山治直接说遇到了就踢他。山治和路飞说着跑远了。多尔顿随口问道：“他们没问题吗？”乌索普嘴上说不用担心，却和薇薇安一起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的看着路飞和山治跑远。多尔顿邀请他们进屋取暖，二人摆手谢绝。多尔顿笑了笑，在他们身边坐下来，陪他们一起等待。北风吹过，雪花絮絮。多尔顿告诉两人，以前这个岛上有很多医生的，因为某种原因他们都走了。从前这个岛被称为医疗先进国。薇薇安好奇地问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多尔顿告诉他们，因为这个国家在几个月前曾被海贼灭国，所以大家对海贼特别敌对。那是个只有5个人的海贼团，团长名为黑胡子，用他们未曾见过的强大力量，一瞬间就毁灭了整个国家。薇薇安和乌索普震惊了，只有5个人就可以灭掉一个国家，这是何等的力量！多尔顿突然笑了。有人说，这对于这个国家来说，也许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前任的国王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极其恶劣，国民生活十分悲惨。这个国家以前的名字叫做刺骨王国，国王叫做瓦尔波，是一个最差劲的国王。薇薇安和乌索普惊呆了，一个不好的记忆和一张不友善的脸出现在脑海中。多尔顿听说了逃亡团的经历，很震惊。瓦尔波自称海贼，只不过是幌子而已，他还想回到村庄继续统治。让多尔顿愤怒的是，当黑胡子海贼团袭击过来的时候，瓦尔波和他的军队打都没打，十分干脆地抛弃了国家。瓦尔波比任何人跑得都快，全国人对他们失望透顶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，瓦尔波的暴政终于结束了，岛上的岛民准备齐心协力重新创建一个国家。现在多尔顿和岛上的居民最担心的就是瓦尔波再回来。在人们尚未安定下来的这个时间，必须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与此同时，在岛上漂泊了几个月的瓦尔波终于找到了飘着雪花的东岛。瓦尔波很兴奋，自古国，我回来了。